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前太子府婢女花清秋，本系卑贱之躯，竟敢妄生非分之念，擅登龙榻，秽乱宫闱，着废其为庶人，移居冷宫，永世不得起户。求求你们，快去叫太医呀！我家小姐不都是皇上的孩子，皇上不喜欢小姐，总不能对他腹中的孩子不管不顾。大胆宫女，竟敢攀污圣上！她一个罪臣之女，居然敢在登基前夜给皇上下媚药爬龙床！我呸！封门！小姐。你是万能再先救一下。病人通过过3，继续抢救。3、2、1。恭喜小姐，是个小皇子。小姐？难道我这是穿越了？还刚生了个孩子？啊，走。乖乖等娘亲给你做好吃的呀。啊，生活不易，咸鱼叹气。别人穿越不是皇后就是贵妃，到我这儿怎么就是冷宫弃妃带娃妓了？别说锦衣玉食了，连口热饭都吃不上。为了养娃，还得半夜偷闯御膳房。幸好在穿越前我是个金牌大厨，有了这些食材就难不到我了。香煎鲤鱼、糖醋小排、番茄炒蛋，还有干儿子的牛乳羹，加上这些菜，够吃1周了。回宫喽！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天哪，这诗文哪怕半张脸放在现代也绝对秒杀顶流。什么时候穿越文里的炮灰都这么帅了，那皇帝岂不是？你到底是谁？在这做什么？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当今圣上例行房事，毫无节制可言，身体长久亏空，那早就不行了。我是特奉圣上密令，来给他烹饪壮阳药膳的。壮阳？你是说皇上不行？此事事关当今陛下颜面，可不能乱说啊！我先走了。站住！这箩筐里是什么？糟了，难道他发现孩子？我知道了，大兄弟，你深夜来这儿一定是饿了，对不对？实话告诉你，我的手艺可是一绝。来，怎么样，色香味俱全？看在你我都是吃不饱的无产牛马份上，这顿饭只要你20两，外加1碗手擀面。皇宫境内他居然做起生意来，一顿饭20两，比御膳房都贵，还真是胆大包天。我是不是要价太高了？万一他举报我到皇上跟前怎么办？要不我还是跑吧。我没有银钱，只有玉佩。这玉佩至少500两，等我攒够了5000两，就能带孩子出宫，逃出冷宫，咸鱼翻身，指日可待了。
请坐，请坐，慢慢吃啊。这面汤清味纯，竟出奇的好吃。接下来请欣赏表演，歌舞闪念。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嗨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，每一天都精彩。看幸福的后宫3000佳丽，竟无一人像她这般倾心吐诉。为你喝彩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，祝你幸福永远，幸福永远。他怎知道今日是我的生辰，居然还叫我亲爱的？嘿，哒哒！谁在御膳房？老板慢吃，你先走了。皇上，传朕旨意，查清御膳房内所有宫女名单，务必找到她。嘿，小宝宝，你说娘亲给你取个名字好不好啊？花长安，怎么样？喜不喜欢这个名字呀？小姐，小皇子是皇上的儿子，这名字应该由皇上亲赐，或是由钦天监拟定。况且你还冠上自己的姓氏，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啊！都把我们赶进冷宫了，这个孩子自然就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了，跟我姓又何妨？放心，我已经买通嬷嬷给我们安排了个假身份，等攒够5000两，我们就带小宝一起出宫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你拿着，找个时间把他到了。是。小宝，既然现在你是我的孩子，我就一定会帮你平安长大。常美人，蟹粉桃花酥1盘。皇上，太腻。许婕妤鲤鱼跳龙门一道。皇上，跟人一样，太花哨了。哎呦，自从您登基以来，一顿饱饭都没有吃过。您到底是喜欢什么样的呀？甘而不柴，油而不腻，清丽脱俗而不失烟火气，市侩精明又单纯良善。如此才是世间之佳。皇上，您到底说的是人还是菜呀？这么多天您不吃不喝，也不肯选妃侍寝，太后每天责罚奴才，要不您就将就一下。放肆！朕已听他旨意，将那些朝臣贵女们娶进宫门，好生养待。难道朕的喜恶也要任人摆布吗？皇上息怒啊！太后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好啊！您身为95至尊，
您怎么能够不选妃侍寝呢？有何不可？朕早说过，此生只爱一人。皇上，皇上，这香味像极了那女子所做的佳肴风味。这是何处？为何如此破败杂乱？皇上，这里是冷宫，是关押废妃的地方。但是您登基之后，只有一位被关在这里面，便是爬上龙床的婢女花清秋。花清秋，朕记得她是前朝罪臣之女，给我下药也是为了救父。那日一早，丽妃就连夜将她关入冷宫，朕也不曾见过。那女子说吃不饱饭，说不定是花清秋身边的宫女。把门拆了，朕要亲自跟她见一面。朕。别砸了，别砸了！这门是皇上封的，你们砸它干什么？花清秋，皇上隆恩要见你一面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准备接驾。皇上好好的，非要见我干什么？朕知道你这冷宫里不止一人，只要让朕见上一面，朕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。完了，他一定是知道我有孩子的事了。这个渣男还想来跟我抢孩子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天雷滚滚，我好怕怕，劈得我浑身掉渣渣。我这是唐僧肉，吃了能成仙。客官要不要吃一口？皇上小心，大胆贱婢，竟敢冒犯皇上！小姐，她失心疯又发作了，对不起皇上，我家小姐自从进来以后就失心疯发作了，还请皇上不要怪罪她。这院里就你们两人？正是。看来她并不在这儿。罢了，照顾好你家小姐，这院门以后不必再封了。多谢皇上，恭送皇上。哼。小姐，皇上怎么会突然驾到？吓死我了！谁知道他？我们还是赶紧攒银子离开冷宫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把冷宫打扫一下吧。好。不对，下一道，下一道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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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对。皇上，御膳房所有记录在册的宫女都按照您的要求做了面了，就连后宫各种小厨也都试了，实在是没有您要找的人呢。看来他一开始就在骗我。怎么样，色香味俱全。看在你我都是吃不饱的无产牛马的份上，这顿饭只要你20两，外加1碗手擀面。传朕旨意，凡能做出令朕满意的美食者，赏银1000两。是。喜欢银子，那我就用银子把你调出来。唉，最近这御膳房守卫增加了3倍，别说偷食材了，连桶剩饭都偷不到。天天吃这些小菜苗，
吃的我和小宝脸都绿了。苦了谁也不能苦了孩子。小姐，小姐，咱们最近发财的机会来了。最近皇上食欲不振，吃不下饭。他说了，谁要是能做出让他满意的饭菜，赏银1000两。什么？1000两？小月，你摸摸我的头，我不会是发烧出现幻觉了吧？发烧？我去拿药。不，问世间何为良药？先借微信支付宝。何为支付宝呀？小宝啊，娘我马上就要发财了，你马上就是富二代了。来，哎呦，来尝尝，很好吃啊！尝尝，好吃，怎么样？真好吃，好吃。好不好吃？我也想吃。太好吃了吧！没想到这小小一碗阳春面竟能做得如此美味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这银子非你莫属了。可怜各宫娘娘还都卯足了劲儿，想要通过抓住皇上的胃，俘获皇上的心呢。嗨，我对皇上的心思没兴趣，皇上的腰包我倒是兴致满满啊。这味道是他。一个人发财没有意思，我做好预制菜，你们每人每顿分给各宫娘娘和想发财的人，再去皇上那儿领赏。这样呢，我7你们3，这样的生意才是源源不断，细水长流啊！哇，太棒了！好，小秋子，朕找你找的，快把皇宫都翻过来了，你却在这和人算计朕的荷包。怎么样，我这个法子不错吧？预制菜虽然健康一般，但味道绝对能保证。要是皇帝吃饭无聊，我还可以教学赏面歌舞。来，跟我唱。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，每一天都精彩。看幸福的花儿为你盛开，听美妙的音乐为你。这一套连招下来，我保证。保证什么？保证你见了谁都叫亲爱的。你们在这聚众吵闹，还不赶紧撤了！你别走啊！偷吃的侍卫帅哥，是你呀？你还记得我？我当然认识。话说回我的认识。哼，你上次给我的玉佩，我怎么卖都卖不出去，那些小太监一看就不收，不是假的是什么？你骗了我一顿饭，这次还来搅黄我的生意，这事儿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朕的玉佩上有龙纹，卖了就是死罪。当日匆忙竟忘了此事，失信于他，是我的错。但是你要那么多银钱做什么？当然是离开皇宫，走得远远的了。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走？你分明叫了我亲爱的，难道你想不认账？亲爱的，那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。算了，跟你们滚人说不清楚。都给我仔细找，皇上就是朝御花园来的。皇上来了。那就是丽妃，害原主逼宫失了清白的人就是她。本宫给自己准备的暖情酒，居然被你这个贱婢钻了空子。更可恨的是，皇上居然还留了你一命。你最好安分守己，老死在冷宫，否则本宫饶不了你。
不行，不能让他发现我，我得快躲起来。奇怪，这女人身上怎么有种独特的味道，不让人反感？拜托拜托，千万别让他发现我。丽妃入宫后，我虽从未招幸过她，但人人都知她贤明在外，对下人最是友善。她为何这么害怕？大胆！大晚上居然敢在宫中私会，给我拿下！是。我瞧着你好生眼熟，抬起头来。住手！你们怎么会在一起？你一个宫女，大晚上的不在宫中歇着，竟然跑出来私会侍卫。丽妃娘娘，您误会了，我是响应皇上号召，做了一些开胃小点，特意带来御花园和大家一起用，食盒就在那儿，不信您可以看看。皇上自登基以来，一直不肯召幸宫嫔。若是娘娘凭借美食讨得欢心，获得皇上的喜爱，说不定……私通侍卫，女扮男装，还想魅惑圣上，数罪并罚，其罪当诛。来人，把这两个秽乱宫闱的狗男女拿下！是。丽妃，你尚未调查，妄下论断，是否太过专横？专横？那又如何？本宫是皇上亲封的丽妃，家父更是威名赫赫的镇远大将军。你们这些卑贱的奴才，死在本宫的手里，是你们的荣幸。要不是朕戴着面具，绝不会发现温婉贤良的丽妃私下竟草菅人命，蛮横至此。娘娘，这侍卫知晓全城，自然是留不住。但若是皇上满意这死丫头做的美食，还想再吃，那就把这个狗奴才拖下去，杖责70，让他再也开不了口。娘娘不可，她只是路过无辜受累，你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吧。她一个小宫女，竟然敢为了我顶撞贵妃！你要替她说话，好啊，那就把你打至下半身残废，囚禁在我宫中，留着一双好手做饭便是。住手！何秀丽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朕对你的信任吗？大胆狗奴才，娘娘的名讳也是你配说的？死到临头，竟然开始胡言乱语。本宫看这御花园的花，缺点血色，摁住他，70大板，即刻行刑。娘娘不可，70大板会要了他的命的。娘娘，奴婢可以为你做菜，讨皇上欢心，只求你放过他，他真的是无辜的呀。把御林军统领明成叫来，堵上他的嘴，即刻行刑。你们敢肆意行刑，藐视王法公规，你们人头是不想要了吗？我倒要看看本宫和你的人头谁先落地。动手！不要！小秋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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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事，说不定等我死了以后就可以重开回家了。还敢说你们没有私情？若非私相授受，他怎会为你挡罚？来人，把这两个狗男女拖到皇上面前，让皇上亲自定夺。好，我倒想看看
你见了皇帝该如何狡辩？小心，徐公公，您这大半夜的不在宫中伴驾，是要去哪儿？明统领，你来的太巧了，皇上拿了侍卫的衣服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老奴四处找也找不着，皇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老奴的头也保不住了。哎，你们要去何处？丽妃娘娘派人传话，说在御花园中抓了一个侍卫和宫女私通，让我们抓人去面圣。哎呦，不好了，快走！走。想动的，除非有胆子从我尸体上跨过去。别管我了，为了我得罪丽妃，不值得。我既说要护你，定不会让任何人伤你。你们当本宫不存在吗？来人，立刻送到皇上面前。丽妃不必费神，朕就在这儿。皇上！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！完了，他居然是皇上！要是让他知道我就是那个爬床被关进冷宫的花青丘，别说砍头了，估计五马分尸他都不记起。别乱动，你身上有伤。皇上，臣妾，您听臣妾解释，臣妾不是那个意思，臣妾是为了您的名声着想啊，皇上，臣妾也是无心之失。为朕的名声，前朝有朕，后宫有太后，何时轮到丽妃你做主了？我只是看一个小宫女就敢如此顶撞，一时生气，这才……宫女就不是人，就能随意打骂处死，肆意践踏。这话真是萧长烟说出来的，我还以为他看不上宫女，是个暴君。看来谗言也并不可信。你既然以身份品级论高低，那朕便贬你为才人。皇上，不要啊！皇上，臣妾的父亲对您忠心耿耿，您不能为了一个宫女就这么对臣妾呀，皇上！放心，朕不会忘了你父亲。今夜我就召他进宫，好好的问他是如何教出你这么个好女儿。华清秋，是你！你刚才说什么？完了，这下真的要死翘翘了。天王老子来了，恐怕都救不了我。我的孩子还在冷宫里待着呢。罢了，死到临头，只能求个痛快。臣妾什么都没说，臣妾是说今日之事，臣妾知错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丧心病狂、心狠手辣的疯女人突然转向了。要是让皇上知道她是华清秋，当初给皇上下媚药让华清秋背黑锅一事，说不定就会败露，到时候可就不是降位分这么简单了。皇上，奴才终于找着您了，您让老奴好找啊！参见皇上，臣救驾来迟，还请皇上责罚。无妨，把丽才人带回宫里去。是，走。皇上，走。皇上，再把太医院徐院手带来给小秋。又让他给跑了。传朕旨意，今夜不在宫里伺候主子的太监宫女，一律严查行踪。朕就不信找不到的。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弄成这样了？小月，我差点就回不来了。不行，这宫里我真的一刻都待不下去了。我们必须马上就出宫，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可是我们银子还没有攒齐呢。别管了，我观察过了，御膳房每天会送2桶泔水出宫，那泔水又腥又臭的，侍卫根本就不会查。只要我们调包躲在桶里，就能安全离开了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只要我们出了宫，我就开个小店，保证你和小宝每天都吃上好吃的，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好，走。
皇上，各宫都查了，除了冷宫。冷宫？就是冷宫，难怪朕找不到呢。小姐，咱们这一走，真的就不回来了吗？这个吃人的地方有什么好待的？在宫里被人吃，去宫外吃遍天下美食，傻子才待在这儿呢。那您不会舍不得皇上吧？我听说皇上为了您重罚了厉才人，还在各宫找您，说不定他已经不生我们气了。舍不得有什么用？就算他现在喜欢我，也难保他以后不会变心啊。再说了，他当初能够不分青红皂白把我关进冷宫，以后就能随便来砍我的头。我还是带着小宝出宫比较安心。小秋子，华清秋，我竟然没有早点发觉。当初丽妃抓了他下药爬床，将他打入冷宫，我也没有追查。如今看丽妃专横独断，说不定当日之事另有隐情。华清秋，皇上，冷宫里空无一人，值钱的东西都被带走了，看上去跑了。跑了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就是这，我们只要进去，我们就能收工了。皇宫拜拜，皇帝拜拜，本宫听牛马终于赎身了，再也不伺候了。站住！站住！封锁城门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搜查马车。是。完了，要是让他发现我逃出宫，还偷生了孩子，我就完了。大胆贱婢，下药爬床还偷生龙种，莫不是想将这孩子抚养成人，造反篡位？臣妾做不到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把小宝的命搭上。我在这儿，要杀要剐冲我来！皇上小心！这皇上的身材还更好嘞！都转过身去！华清秋，你可知罪？恕罪并罚，奴婢万死难辞其罪。你要杀要剐，你随便吧。就是这件事是我一个人的主意，还请你放过我的婢女。小姐，你要说的就这些？我都打算以死谢罪了，他还不满意我的态度。皇上，奴婢不求你别的，只求你给我留个全尸，这台戏奴婢回不去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朕你的真实身份？为什么明知朕在找你，还一心想逃离朕？你难道就这么讨厌朕？大哥，你都把我打入冷宫了，我不躲着你，难道还去你面前找不痛快吗？再说了，被抓住我不就死翘翘了？我又不傻。谁告诉你
朕找你是为了杀你。难不成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喜欢我啊？如果我说是，朕喜欢你做的菜，也喜欢你。总而言之，朕想要你离开冷宫，回到朕身边，你可愿意？说着2句耳朵就红了。难道是皇帝虽然3宫6院，背地里还是个纯情大男孩？当日之事疑点重重，朕会查清。朕虽然被迫纳了后宫，但朕只想与一人厮守终生，所以一直洁身自好，只等。原来他是恨我这滴墨水玷污了他这张白纸。如果现在告诉他我是被丽妃下药，而且有了他的孩子，是不是小宝就能过上好日子了？其实我……你放心，这种事绝对不会再发生。先帝贵妃就是将先帝灌醉，怀上龙种，离间父皇和母后，所以朕最恨心机尚未之。若谁敢对朕以此偷生孩子，朕绝不姑息。大人的事，孩子是无辜的呀。如果你有了孩子，不可能。我母后也曾心软，想将孩子带在身边抚养，朕险些被下毒害死，所以朕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即便不杀孩子，也得去母留子。完了，看来小宝的存在踩了他的雷区，我千万不能让他知道。所以朕的心意你已明了，你可愿意？愿意你个大头鬼啊！等着被你发现小宝存在，连我母子一块拉去处斩吗？我不愿。什么声音？不要哭。我说我愿意。小程夜，别听杂音，吻我。亲了，亲了。花千秋，你……皇上，亲吻要专心，闭上眼。没人告诉过你吗？小姐，我先走了。青秋，这不方便我们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皇上，既然要刺激，当然要刺激到底啦。再说，难不成你个天子害怕？朕当然不怕。那就好。既然皇上你不砍我的头，我就先走了。亲了朕就想跑，你把朕当什么了？当什么？当皇帝呗！我可没胆子把你当男模。今夜跟朕回宫。不行，皇上，我还没准备好，男欢女爱这种事情不能强求。我先走一步，皇上熬夜长皱纹，你早点睡啊。没关系，花千秋，朕等你愿意。长皱纹？他是嫌朕老吗？不对，这天也还没黑，熬什么夜？皇上有旨，即日起，冷宫小主花清秋册封为岳妃。哈哈，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！小姐，不，娘娘，皇上这是把整个内务府的宝贝都搬来了吧？可不是，皇上还说了，若是娘娘执意要住在冷宫，就将冷宫好好翻新，务必让娘娘开心。娘娘，这是皇上的亲笔信。月，我心月至，萧承业心月花清秋。男人，来，快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真的，这次我真的发达了。
留下，不留下，留下来，不留留下来，娘娘，你讲什么人呢？这锅都已经不糊了。留下来。没错，就算他现在喜欢我，也不代表一辈子会喜欢我。我怎么能被周宝金币男色蛊惑呢？我可是现代独立女性啊！啊，娘娘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小月，你听我说，现在只是权宜之计，我们还是得走。皇上，哼，就算他是皇上又怎么样？就算他能一手遮天，难道这天下就没有我能藏身的地方了吗？小月，我告诉你，相信男人心，爱上男人，心疼男人，就是倒霉的开始。虽然他确实长得不错，有几分帅气多金，而且还专情，但是一个成功的女人是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。爱上一个帅哥只会阻挡我前进的步伐，爱上无数个帅哥才会让我无坚不摧。皇上，嗨，皇上，你就原谅我吧，皇上，你就把我刚才说的话当屁要放了吧，皇上。花清秋，朕对你太失望。完了完了，这下真是死到临头了。朕哪里对你不够好？你要出宫去找其他男人啊？这是重点吗？你喜欢银子，这世上没有人比朕更有钱。你喜欢美色，朕或许不是举世无双，但只要你提要求，朕可以从明日起与御林军一同锻炼。这身材，这腹肌，这个皇上怎么还玩美男计？海妃，你真的狠得下心来，对朕始乱终弃。这么帅一张脸，就是无情大老祖来了也抵抗不住。苍天啊，再继续下去我就真要失身了。罢了罢了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朕急着来找你，还未吃饭。行啊，我还不知道你挑食吗？一起坐下吃点吧。小月，帮我把那个给我一下。这样温馨的场景，朕只在描绘宫外寻常人家生活的画卷上见过，没想到有一日，朕也能在这冷冰冰的宫墙内感受到家。干饭啦！干饭？你们宫里的碗这么大？我家娘娘都说了，干饭人干饭魂，干饭人吃饭要用盆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好家伙，这还是皇帝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难民呢。小月，你站着干什么？坐啊！娘娘，我站着伺候就行。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在我这儿没有等级之分，人人平等。皇上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介意，朕觉得甚好。你们宫里怎么会有孩子的肚兜？
难不成是你？完了，小宝要被发现了。小宝，你放心，妈就是豁出去，也一定会保住你的命。皇上，这就是我家娘娘要出宫的原因。皇上有所不知，我家娘娘自从重获皇上圣宠之后，成日提心吊胆，生怕留不住心爱之人，所以这才出宫寻求生子良方，与皇上诞下子嗣。没想到，你已经在想为朕绵延子嗣。是什么？开枝散叶的确是皇家要事，但对于朕而言，重要的是你的感受。你是朕在意之人，除了你自身，其余的都不重要。这都行，看来这皇帝是个自我攻略型。那吃饭。皇上慢走，皇上下次再来。拜拜。这个狐妹子，在冷宫还不安分守己，我这就去撕了她！小主不可，如今她是妃，您是才人，您去了就是以下犯上，不如揪住错处，一并发作。娘娘，她宫里怎么会有个孩子？娘娘都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冷宫里确实还藏着一个孩子，正是华清秋所生。什么？当日本宫就该斩草除根，留他性命，倒让他钻空子。这下可怎么办？想必皇上并不喜这孩子，不如我们就拿这孩子。哼。小宝，你看这糖葫芦香不香甜呀？想不想吃呀？嘿，你还太小了，牙还没长齐，这个福气娘亲就先帮你销售了。小宝乖乖，真可爱啊！花清秋，皇宫境内，你竟敢私藏野种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厉才人。厉才人不在自己宫中好好闭门思过，来本宫这儿找什么存在感？你大胆！我家娘娘是皇上亲封的岳妃，你们见了娘娘不下跪，还口出狂言。岳妃，她一个下贱胚子，也配？这宫中就你们主仆二人，甚好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绑起来，我看你们谁敢！华清秋，你竟敢伤人！你都骑到我头上来作威作福了，不伤你，还等着你来伤害我呀！我，娘娘，娘娘，放开我！你还真当我来这儿一点准备都不做？
你这糖葫芦上沾的可是西域的蒙汗药，只需一点，便会浑身无力。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哼！皇上宠你，我自然不会动。可若皇上亲眼看见你与他人苟合，你说他还会不会护着你？厉才人，我家娘娘是皇子的生母，你怎么敢？有何不敢？待皇上看到他与他人私通，那这个野种自然就来路不正了。到时候，你住手！不要！不要！放下！不要！不要！我的孩子！皇上，快来救娘娘！我的孩子！不要！这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是布偶？你的孩子呢？真当我穿越前的小说电视剧白看了？就这点小手段，还想用来陷害我？没新意。小月，怎么回事？你干了什么？为什么本宫的人都晕倒了？就许你给别人饭菜下毒？我可是现代大厨，在食物中动手脚，可是我的拿手本事。这糖怎么有股苦味啊？本大厨绝对不可能熬过头。难道是有人动了手脚？这味道浓郁刺鼻，是厉才人宫里的熏香。本宫辛苦熬的糖，当然不能就这么浪费了，所以特意做成了糖糕，让御膳房送到你宫中。听说你还吃了不少吧？你这个贱人，就算被你识破了又如何？毁不了你的清白又如何？你偷生龙种已是欺君大罪。我来的时候已经派人去找皇上了，算时间也该到了。你的孩子藏不住。皇上驾到！大哥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要不要这么及时啊？小宝我还没藏好呢。皇上，臣妾要告发花青丘欺君，偷生皇子，胆大包天，罪不容诛啊！放肆！满口胡言！青丘与朕两心相悦，怎么会骗朕？臣妾愿以身家性命，满族荣耀发誓，若有半句虚言，何足无后而终。好，朕便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来人，去搜查宫内到底有没有婴儿。是。老天爷，这种信任不要也罢。皇上，难道是那野？皇上，这就是花青丘偷生的孩子。花青丘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这当真是朕与你的孩子？早死晚死都是死。皇上，只要你能饶孩子一命，臣妾愿意独自一人接受一切惩罚。
皇上，华清秋私爬龙床在先，偷生皇子在后，定是对我大梁江山图谋不轨啊！求皇上处决华清秋，以绝后患。传朕旨意，华清秋，但遇皇嗣有功，当赏。萧长夜这是转性了，就这么水灵灵的放过我了？这就是宠妃的待遇吗？小叶，你快掐掐我，我怎么有种在做梦的感觉？小姐，是真的。皇上，华清秋意图不轨，偷生皇子胆大包天，您若不严惩，不能服众啊！皇上，臣妾都是一心为您着想啊！你干了什么，真当朕不知道吗？当年你包藏祸心，给朕下药偷爬龙床，想不到阴差阳错来的是青丘，于是你将计就计，陷害于他。厉才人，你好歹毒的居心啊！皇上，臣妾也是爱慕您至深，一时糊涂才做下这些错事。皇上，求您开恩啊！皇上。陛下，刚刚厉才人意图戕害皇嗣，如果不是我家娘娘提前神机妙算，不然小殿下就被厉才人给摔死了。你才人何事？欺君罔上，残害皇嗣，构陷嫔妃，赐祭。太后娘娘，厉才人戕害后妃，皇上震怒，在冷宫要赐死他。哎呀，皇上向来沉稳，断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儿而迁怒别人。何老将军就跪在门口，说愿用军权换女儿一命。来人，摆驾冷宫。皇上，不要啊！皇上，不要！慢着，慢着。太后，您救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太后，厉才人，虽说你蠢笨愚钝，但好在有个爱女心切的好父亲。何大将军已经决定交出兵权，只求保密。陛下，能收回兵权是件好事啊。况且多一条人的性命，也不能挽回曾经的伤害，不如为国为民谋些好处。既如此，废何氏为庶人，移居偏殿，永不得出。皇上，臣妾是真心爱慕您，你饶了臣妾吧！皇上，青丘这般为我着想，我定不负他。传朕旨意，昭告六宫，即日起，皇子赐名为长乐，晋花青丘为贵妃，赐居凤雾殿。徐公公，把库房的夜明珠、南国新上贡的丝绸、西域的水果和最时兴的首饰都送到凤雾殿来。是。凤雾殿怎么这么耳熟啊？那不是皇后的居所吗？完了完了，这狗皇帝该不会是想要卸磨杀驴吧？就我这样的登上后位，得多少人想要宫斗暗害我啊？这招借刀杀人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！这是朕给你的惊喜。长乐的百天宴和皇后册封礼一同进行，当日朕要广招天下，与民同乐。陛下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你不是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不用因为长乐的事情迁就我的。
朕从不说违心之论，时至今日，你还怀疑朕的真心吗？华清秋，你会是朕此生唯一的妻子。轻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指连诉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如初烟。我刚刚怎么就被狗皇帝的美色给迷惑了呢？皇后之位固然很好，可是爱情诚可贵，自由价更高。不行不行，我得找机会把这个位置推出去。谁？谁在偷看姑奶奶洗澡？滚出来！皇上，怎么不欢迎朕来？当然不是，普天之下莫非黄土。皇上想去哪儿，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？不行，这皇上不会就准备在这儿那啥吧？果然都这么刺激的吗？皇上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菜还没收，我先去收菜了。华清秋这个贱人，居然勾引皇上立他为后，还遣散后宫。这贱人一日不死呢，难解本宫心头之恨。拿纸笔来，我要给父亲修书。皇上，您是九五至尊，这等小事奴婢来就行了。无妨，你家主子不是常说人人平等？况且，长乐是朕的孩子，朕作为父亲已经缺席许多，现在只是尽人父之责。啊！张嘴。清秋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你看朕喂得如何？还不错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朕想你做的桂花酥。还有皇上，不好了！皇上，皇上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如此慌张？回皇上，何老将军和群臣在外求见，说见不到您就不走了。臣等有事，请奏陛下。陛下，最近京城瘟疫横行，久久不得根治，臣等以为必是不祥之兆。臣昨夜夜观星象，见后宫西北角有红光阵阵，定是妖星猖獗，犯了天怒啊！此等邪祟不除，疫病不止啊！后宫西北角所住何人？回陛下，之前是冷宫，是贵妃娘娘。陛下，还请治罪妖妃华清秋。放肆！诽谤贵妃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陛下您要以江山为重，万万不可色令智昏呐！朕还请陛下活祭华清秋，请苍天变中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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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鸡吃。谁在骂我？我的小乖乖们，都怪娘亲最近太忙了，没空来喂你们。别担心啊，娘亲这就来好好喂你们了。大事不好了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皇上他怎么了？不会是驾崩了吧？我可不想守活寡啊！不对，这个年代身为后妃不会要陪葬吧？皇上他是群臣死谏皇上，诬陷您是药仙教士，致使京城疫病不绝，现在要活祭了您，以平天怒呢。等等，什么疫病啊？这是京城现在流行的一种疫病，据说得的人会咳血发热、虚荣衰竭而亡。这不就是肺结核吗？不是，这也能嫁祸到我身上吗？娘娘，活祭了您可就没命了。小爷帮你掩护，你赶紧跑路吧。小小疫病，你别慌，去准备黄芪、姜汁，还有，快去吧。好。这天灾还想嫁祸到我头上，哼，没门儿！此乃我的独门秘方，一口提神醒脑，2口永不疲劳，3口更是药到病除的食前大补药膳也，正是那疫病的天煞克星。当当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这5支膏专治肺痨疾病，服用者不出3日就能药到病除了。只是个药膳而已，你不至于这么感动吧？自朕登基以来，一直孤身一人，从未有人为朕如此这般着想过。这药膳绝非一朝一夕能完成。爱妃，有幸了。宫斗剧里我应该说什么来着？死脑子，快想啊！能为皇上分忧，是臣妾应该做的。几日不见，就这般憔悴，一定是急着为我分忧，所以挑灯研究。朕绝不会辜负你一番美意。小玉6宫，即日起，将贵妃所制药膳推广下去。去死！娘娘，不好了！你是属乌鸦的吗？竟带来一些坏消息，惹得本宫心烦。奴婢不敢。是花贵妃向皇上献计，让疫病宫人使用她特制的药膳。如今许多宫人都已经痊愈，还四处赞扬她的功德呢。6宫之内没有不感恩她的。什么？那本宫的筹谋岂不是白费了？好啊，既然他喜欢出风头，那本宫就让他出个够。小桃就是因为食用了贵妃所制的药膳，才会病情加重，还望各位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大早上的哭丧啊，真是老虎不发威，把我当 Hello Kitty 呢。整个皇城都是因为这个灾星，搞得叫苦连天。此灾星不除，难以平民愤。何老将军，一把年纪怎么张口就来？还有你们，空口白牙说我是灾星，证据呢？殿前这位宫女就是证据，她就是因为服用了你的药膳，导致命不久矣。不是药女是什么？就凭这个，以何将军你的能力，找一个这样的姑娘来嫁祸给我，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？这可没什么说服力。满口胡言！钦天监早有预言，西北角将会有灾星出现，你还解释什么？我说你做人还是不要太迷信。那我还说我夜观星象，今日的你们都被当枪使。你，何将军，别跟他客气。您不是带了先皇御赐的宝剑吗？今日我们就替皇上
找到这个右胁。一介孤女哪里来的胆子，竟敢和我女儿争宠？今天就要替她杀了你这个贱人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动我的人！参见陛下！谋害嫔妃，逼宫后殿，眼里怕是没有我这个皇帝了。臣等不敢，臣等只是万不得已。万不得已，我看是你们野心太大。陛下，您应该早有耳闻，皇城之内瘟疫连连，而且钦天监也早已做出警示，若非花氏之死，不足以平舆论。是啊，陛下，这疾病愈演愈烈，不正是说明这妖邪力量越来越强大了吗？来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给全京城的人下药？我安安分分当农民种菜，招谁惹谁了？再说，睁大你们的眼睛好好看看，这分明是有歹人擅改药材，才导致和我的药膳相错。我喝了贵妃娘娘的药膳之后，感觉好多了。我觉得不是贵妃娘娘，我作证，娘娘平时不是在数银票，就是在种地，根本没空去害人。你这么说来，贵妃娘娘既然想害人，就没有大费周章制药的道理，是我们错怪娘娘了。贵妃替黎民百姓着想，我们却想取娘娘的命，可真是……不过，到底是谁心思如此阴损，竟然想置娘娘于死地？能张罗那么多人一起来栽赃陷害我，又能做到滴水不漏，这确实不是件易事。何老将军，你本事不小啊！陛下，莫要听这个妖女胡言乱语，这定是她自导自演的一场戏。这个何老将军要笑死谁啊？我都说得这么明白了，没点证据哪敢跟你正面硬刚？我能证明，那个预言是何老将军和其他人串通好来陷害贵妃娘娘的。我这里有厉才人和何老将军串通的信，他们想置娘娘于死地。你满口胡言，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白纸黑字的信件在这儿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此事都是老臣一人所为，与臣女无关，还请陛下和娘娘只迁怒于老臣，放过臣女吧。何将军，我知晓你爱女心切，不忍她在宫中受苦，可你错就错在一味的纵容娇惯她，才造成了厉才人如今心狠歹毒、贪婪自私的性格。她今日的下场，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皇上，念在老臣3代为将、劳苦功高的份上，还请皇上不要迁怒臣女。先前丽妃残害皇嗣，朕将她贬为才人，已是对她最大的施恩。如今她仍贼心不死，与你里应外合，用京城千万黎民百姓的生命作曲，害得几万人沾染疾病不治而亡。何振生，对着这把曾上阵杀敌、保家卫国的剑，你心里就没有半点愧疚吗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何才人欺君罔上，残害皇嗣，构陷嫔妃，赐自尽，钦此。不可能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我父亲是3朝元老，皇上不会对他这么狠心的。何老将军已经在殿上自刎谢罪，现在就差你了，请吧。不可能，不会的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
小姐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你小姐我这是发现了商机。这个天狗都要热瘫了，正好来卖一些清热解暑的小食。甜酒酿、鲜花饼这种，我可以就地取材，零成本先试试水，反正是稳赚不亏的生意。开始吧。好。快来啦！新的甜品速来，1文1份啦！1文1份呀！快来买啊！快来买来看看，来看看呀！快来看看！小月姐姐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们娘娘做的解暑小吃，通通只要1文钱1份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娘娘的手艺我们可是知道的，1文钱1份，连我月例的1%都不到。小月姐姐，给我每个都来1份。还要1份，大家不要气吧，我1份。我也要。给我来1份。我也要。来，谢谢。给我阿姨，下次再来啊！来，谢谢，下次再来。来，给我一份，我也要。给，哎，我也来。还有，别急啊，都别急。还是太天真，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，价钱是便宜。倘若我天天摆，你又该如何应对呢？积少成多啊！你们这可是宫内赚钱，宫内花，1分也别想带回家。小姐，你这卖的也太快了，倘若这些东西能在宫外销售，肯定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可是我出宫不便啊，错失了商机啊。小姐，如果你能拿到皇上腰带上的玉佩，想出宫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啊！还有这种好事啊！快去，把我们的财神爷请来，小姐带你发家致富。好。转发了呀！陛下，皇上来了。陛下，你终于来了。臣妾最近新酿了佳酿，我们来比比酒量。你的，我的。爱妃，你看这公平吗？哎呀，陛下，您是顶天立地的大男子汉，用这个正合适。好，都依你的。嘿，陛下日理万机，殚精竭虑，也是该好好放松放松了。只要把萧长夜灌醉，这玉佩不就是探囊取物？干！再来。这丫头，比试前也不打听打听，真是谦卑不醉。小玉佩，别跑，乖乖到姐姐这儿来。你想要朕的玉佩？小月说了，这玉佩作用可大了，谁见了它都得听命。你倒是会挑，天下人见这玄龙玉佩如见我。你想试试？帅哥听令，今夜你要好好伺候伺候我。臣领命。喝酒误事啊，这玉佩怎么到我身上都忘记了。不管了，有了这个玉佩，以后我们出宫就没人来了。小钱钱，我来了。小姐，我们这样出宫会不会被皇上发现了？没事儿，皇上今日呢出宫巡查，不到晚上不会回来的。小月，你今天呢就安心跟着小姐我谈合作、谈生意，走上致富之路吧。好。
掌柜的，我只求见你们老板一面。这个是我的诚意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这儿的老板不见外人。小姐，这可怎么办？您的药膳、酒酿、鲜花饼，要想扩大经营，只有这天下第一的富商才有如此财力啊！这可怎么办？这是降龙玉佩，难道这位就是？小姐，这位就是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。久仰老板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仪表不凡，惊为天。贵妃娘娘，老奴担当不起啊！老徐，怎么是你啊？哎呀，早知道是你的话，我就不用那么大费周章出宫了呀。不过我实在没想到，天下第一富商竟然是你啊！你实话告诉我，是不是萧长业给你的利钱不够呀？你瞎看什么呀？整个天子1号房不就我们几个人吗？你偷偷告诉我，我是不会告诉他的。花青秋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怎么是你啊？你不是归福私访去了吗？完了，难道我出宫偷偷赚外快的事情被发现了？这个年代也有东厂吗？谁告发了我啊？我这要不糊弄过去，可是擅自出宫欺君罔上的罪啊！花小姐，我们来了。你们这是？奉花小姐之命前来伺候。怎么早不来晚不来？真是怕我死的不够快吗？不是长夜，你听我解释，小兵，不是，反正这些都是我给你找的。花青秋，你有我还不够，还要朕和这些男宠一同伺候你不成？哪里啊！我这不是听说天下第一楼的老板清心寡欲不近女色，我这不是为了投其所好，选了些男宠消遣一下吗？我要是早知道是你，我肯定不会那么做的。你原谅我吧，好不好嘛？走。他们的颜值不及你的1000万分之一，我又怎么会看上他们呢？今日我就让你感受一下我的喜好是什么。相思太浓，情浓意浓，你浓我浓，共赴风雨浓。桃花一场，雪花一场，牵手细雨多。世人聪明，我们痴情，让他们脸红。大好青春，两鬓霜雪陪你。这么说，你真是天下第一富商？老天爷讲点理吧，怎么千全美色都给他一个人啊？国库空虚，财政连年入不敷出，朝中无可用之人。若是我再不下场，怕灾年批不出赈款，远征发不出军饷了。我之前还以为你是个荒淫无道的皇帝呢，没想到你还挺励精图治的嘛。爱妃就是这么看朕的。也罢，那朕就成了这荒淫无道的名头吧。哎，不妥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不妥啊！萧长业这精力未免也太旺盛了，他还是人吗？折腾了一整夜还不够，又来，我的身体都要散架了。这么多黄金，给谁的？你不是上门要卖你的药膳吗？这就是我开的价，可还满意？我的全是我的，这才是真的天降横财啊！不过，这什么意思啊？
他还挺活学活用。陛下，这是国际友好手势，这是我爱你的意思，但是这个手势意义重大，可不能乱用哦。我看着怎么不像？哎呀，难得青丘这么主动，看来还是送金子管用。爱你哦。就送到这儿吧，你就别进去了，不是还要上早朝吗？别迟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我的小金库又多了一笔钱入账，我要赶紧和我的小钱钱亲热亲热。娘娘，太后派人询了您2次，让您赶紧过去请安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这太后怎么突然叫我过去啊？是又要开始属于我的宫斗戏了吗？不要啊！求种田生活回归教程。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大胆花氏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不知，请太后明示。你生下长乐这么长时间，也不带来给哀家瞧瞧？这怎么和我预想的剧本不一样啊？来来来，让哀家好好看看你。幸亏有你，长夜才不会无后。我的小乖孙来了吗？太后娘娘，小殿下在这儿。哎呀，哎呦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，他跟他爹小的时候呀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哎呦，看得我心都化了。来人，去把我后宫的玉如意和长命锁都送到凤雾殿去。臣妾替长乐谢太后赏赐。天哪，儿子你太争气了，现在就知道给妈妈赚钱，就让这破天的富贵砸死我吧！你可要知道，他呀比他爹小时候可乖多了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自从皇帝登基以来啊，就冷落后宫，我夜不能寐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以为他呀哪方面不行，这方子都找了好多了。幸亏你来了，看来呀，我日日虔诚礼佛，这个老天爷呀是听到了我的心声了。没想到皇家也怕绝嗣啊！不过这真是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啊。太后娘娘，您该用药了。之前就听说太后有头疾，这下看来是真的了。我这不就专业对口啦？按摩我也很有一手的。哎呀，不喝，口苦得很。太后娘娘，臣妾之前学过一段时间的按摩，说不定能缓解您的头痛，不如让臣妾试试。太后千金贵体，岂容你放肆？哎，没事儿，我相信青丘，来试试。哎呦，哎呀，对，哎呦，就是这里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呀，我喝这个太医院的方子都喝了大半年了，除了苦涩无味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这每日头疼犯起来呀，让我苦不堪耐。你这小手一上，哎呦，我这脑袋可就舒服多了。太后娘娘，这是臣妾的独家秘籍，相信只要你配合按摩，再加上药膳调理半年，一定能药到病除的。哎呀，甚好甚好。哎，之前呐还传你顽劣得很，我这看来那都是瞎说嘛。哎，一会儿啊，你跟那个秋红去我库房，所有好的东西，你喜欢什么随便拿。这是什么绝世好婆婆？
这么舍得下血本，比那萧长夜还要大方。太后娘娘，暹罗郡主到了。太后姑姑吉祥。哎呦，暹罗，你来的正好，让她呀认认人。告诉你啊，她呀是长夜的表妹，贤王的女儿。这自小呢就养在我身边的，顽皮得很。太后娘娘，我离开这2年，可想死您和皇帝哥哥了。还好我为您寻得了天山雪莲，正好赶在您寿宴之前开了花。为了您3日后的盛宴，我可是快马加鞭赶回来的。嘿，哎呦，我们暹罗长大了，有心了。哎，对了，正好呀，让你认识认识，这位呀是花贵妃，也是未来的皇后。我告诉你啊，她呀不仅厨艺了得，而且呀已经为你诞下了一个小侄儿了。我离开之前，皇帝哥哥还不曾宠幸妃子，怎么现在就连小皇子都有了？我从小跟皇帝哥哥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以前我从未见过他对别的女人有好脸色。没想到我一走，就让你这个罪臣之女爬上了他的床。看来公道情节在这儿呢。老天啊，怎么又是一个绿茶女？来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会死吗？如你所说，你要是真喜欢她，你就去跟她告白去啊，跟我说有什么用？我可没工夫搭理你。小月，我们走。花青秋，2日后的太后寿宴，我定会让你好看，我看你还怎么装下去。什么暹罗，我还萝卜西瓜呢。说好多年来只钟情我一个人，现在又冒出什么郡主？哼，娘娘，你今天不是说不准再搭理那个郡主了？是啊，我在生狗皇帝的气呢。哼，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嘴上没一句实话。怎么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酸味啊？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，吓我一跳。皇上，暹罗郡主说很久没有和皇上一起切磋棋艺了，现在准备好了茶点，在如意殿等皇上一叙呢。告诉他这没空。是。我可是听说你们2年未见了，就这么回绝了他？怎么，你那么希望朕去陪别的女人？我当然不。哼，如果皇上的心在别处，待在这儿也是无趣。毕竟臣妾一介粗人，既不能红袖添香，又不是皇上的青梅竹马，不能和皇上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。这么说，你真要赶朕走？哼，还不许走！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玩玩了。昨日听说你爱下棋，以后我陪你下。朕知道你极善厨艺，难道也颇通棋道？一般一般，全国第3。围棋我不会，五子棋我还不会吗？让你昨晚那么折腾，看我今天吓不死你！来，你先起手。棋手天元，有点意思。我赢了，小叶，你这下的是五子棋啊，陛下不会没听过吧？之前听暹罗郡主说陛下棋艺超群，难不成是误传？朕当然知道，只是时间久了，忘记规则了。哎，你看这一列棋子5个，谁先率先连成一列，算谁赢。陛下要是不擅长的话，那我们还是算了。不是朕自负，就没有朕不会下的棋。
那试试看啊。我赢了，小月白条。来吧，陛下。哈，又赢了，小月。哎，我又赢了，小月白条。张嘴。皇上，别让着臣妾了，臣妾都不好意思赢了。我不信，再来一句。徐公公，长月哥哥呢？他怎么知道我来了？郡主，皇上和娘娘下棋下得正开心呢，怕是不方便见外人。长月哥哥昨天把我撂在如意宫一整晚，今天竟然还跟那个贱婢下棋。郡主，明天就是太后的寿宴了，只要你博得太后娘娘欢心，何愁不能拉花青丘下马呢？太后娘娘驾到！太后娘娘万福金安，恭祝太后娘娘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了，都入座吧。不冷吧？陛下，哀家看你和花贵妃感情这么好，哀家就放心了。青丘是个好姑娘，你可要好好对她。献寿礼，玉大人。太后娘娘，这是臣代表陈国40万臣民寻得和田玉做的观音玉雕。玉大人连续数年送的都是同样的观音玉雕，看来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啊，可见这心意不成啊。臣只是想太后岁岁年年都得观音庇佑，平安康泰。好，下一位，暹罗郡主。这是异色天山雪莲，100年才开一株啊！若能够活死人、肉白骨，市面上更是有价无市啊！如此新鲜的，更是闻所未闻，其中消费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真是不可估量啊！太后娘娘，这是臣女蹲守雪山数年得来的天山雪莲，今日献上，恭祝太后娘娘福寿永昌。好，好，好！暹罗郡主送的寿礼呀，深得我心。贵妃娘娘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想必贵妃娘娘的礼物一定更好吧？何日又是冲我来的？有完没完啊？花青丘，你一个罪臣之女，我就不信你还能找出比我更好的礼物。臣妾准备的自然比不过暹罗郡主，本宫准备的不过是一些本宫亲手做的吃食罢了。吃食，这未免有些太不合情理了吧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！太后寿宴竟送吃食，简直不知礼数。是啊，在太后的寿宴上送吃食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咱们太后的脸面这可往哪里摆呀？下一位，花青丘。啊？哎，哇！
这是吃食，这分明精巧至极，浑然天成啊！这到底用什么才能做出这样的美物啊？我天哪，这简直栩栩如生啊！比之大梁第一能工巧匠，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是啊，早就听闻花贵妃极善厨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这东西到底能吃吗？我看不过就是一座玩物罢了。太后娘娘，皇上，臣妾亲手做的这个寿礼是用番糖制成的，上面的色彩是用荷花的花瓣调色而成。这个抱着寿桃的老人是南极仙翁，寓意着长寿；周围的元宝寓意着财源广进。寿桃上还有9个小寿桃，背后龙凤呈祥，寓意着我大梁国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好一个国泰民安，好一个风调雨顺。花贵妃，你送的这份寿礼是哀家最喜欢的。这份寿礼不仅于我来讲意义非凡，更重要的是，它关注到了我们国家的黎民百姓。华贵妃是切实的将民以食为天放在了心上。长夜，你可真是娶了一位贤后。这翻糖可是现代有名的技术，况且领导嘛，都喜欢听些大义凛然的话。到时候史官记载，太后生辰，心怀天下之黎民，说出去多好听。陛下，你说哀家该如何赏赐花贵妃呢？这普通的金银财宝，怕是要玷污了花贵妃这份心意。可是，还有什么比金银财宝更能配得上这份心意呢？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喜欢臣妾做的这份寿礼，臣妾满是欢喜，不敢奢求太多。不过，臣妾还有一个小请求。但说无妨。臣妾对太后满是如沐，只盼太后娘娘能允许臣妾日日进宫请安。哀家准了。花贵妃的孝心，天地可见。现在我抱上了太后这条金大腿，我看以后谁还敢找我的麻烦。哀家甚是喜欢花贵妃。皇上，这择日不如撞日，依哀家的意思，今天就把这封后大典给办了吧。爹，太后娘娘，这母后，儿臣觉得不能太操之过急，这封后大典还得另选吉日进行。是我着急了。陛下，就按照你的意思，哀家有些乏了，我先走了，你们继续。快起来。谢太后。恭送太后。华贵妃心怀天下，果真有母仪天下之风啊！这玉珠是太后当年封后时先帝所赐，看来这花贵妃封后已是板上钉钉了。风头都将花千秋这个贱人给抢走了，就连太后姑姑都让他糊弄了。长夜哥哥更是不日要娶她为后，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他占尽了？暹罗，太后的寿宴还没结束，你怎敢偷跑出来？父王，你不是说长夜哥哥的皇后之位是我的吗？暹罗，父王问你，你是想要皇后之位，还是喜欢萧长夜这个人？父王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喜欢长夜哥哥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我都喜欢他。好，既如此，父王就随了你的心愿。不过，到时他不再是皇帝了，你是否还愿意？父王，你这是要谋反？这若是被发现了，可是诛9族的大罪。
如果不是先皇昏庸，脑子糊涂了，选了萧长业上位，这皇位就是我的。现在军中的精锐都在我的手中，只要传出萧长业昏庸无能、宠幸奸妃的消息，我就可清君侧。贤罗，你既喜欢他，到时父王把他软禁便是。贤罗，父王，这可都是为了你呀，不然你怎么能得到他？那萧长业对花清秋的手艺情有独钟，他亲手做的东西他一定会吃，所以倒是将这个倒进他的食物里。只要这萧长业失去意识，这大梁的天下就是你我父女二人的。天哪，这些可都是纯金的，有钱就是任性，金子拿来装酒用。贵妃娘娘，这是您之前做的糕点，说现在让盛过来的，是吗？你放着吧。哦，这是我之前做的流心酥。爱妃又做了新的糕点，你要试试吗？我新做的蛋黄馅的。花清秋这个贱人，怎么敢对皇帝哥哥如此不敬？花清秋，你也得意不了几时了。再过1刻钟，皇帝哥哥就会是我的了，而你会不得好死。哼，怎么样？萧长业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，萧长业，皇上，萧长业，皇上，这萧长业，你怎么了？皇上，不好，这糕点有问题。萧长业，大胆花清秋，毒害陛下，意图谋反，罪该万死。先王殿下，您不能妄言呐，还是先请太后和太医来，再做定夺吧。陛下身边忠臣皆被花清秋残害殆尽。哼！来人，将这些奸佞全部抓起来，如有违抗者，杀无赦。今天我就要为陛下清君侧。至于妖妃花清秋，我现在就杀了她，为陛下报仇。唉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在笑什么？别装了，快起来吧。我就说小月不会骗我的吧。还敢妄言！来人，动手！朕还没死呢，皇叔还真是迫不及待。你还活着？皇叔，你闹够了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没事？喝鼎红的毒，分明下足够的分量。朕没事。贤王很不高兴，贤王的胆子真是肥了，竟敢妄想清君侧。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唉，我都不想说了，你们蠢不蠢啊？谋逆这事儿，你不说夜黑风高，起码找个隐蔽的地方吧。你们也不怕隔墙有耳，大庭广众之下就开始。我不想知道都难。这萧长业对花清秋的手艺情有独钟，他亲手做的东西他一定会吃，所以到时候将这个放进他的食物里。只要这萧长业失去意识，这大梁的天下
就是你我父女二人的。行了，回去吧。想想办法。什么？他没有病吧？怎么这都有我的事儿啊？就是说呀，黄书记如此行事，那我们只好将计就计。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也不算枉死。动手！我真受不了了，就你还质疑萧长业的治理水平，我都要开始怀疑你脑子有问题。动手！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你们没听到吗？贤王说动手。父王，贤王，你有所不知，你久居塞外，前几日何将军已把兵权交还给我，你亲兵1万和兵部10万军队，简直以卵击石。贤王及其女暹罗郡主意图谋反，斩立决！是。长业哥哥，陛下，放开我！放我的女儿吧！陛下，陛下！这里火再稍旺点啊！还有你这个鸭子，都用沸水烫一遍。好，动作快点啊！是。真香啊！我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，也算是变相日进斗金了，爽！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你说，你今天是不是忘了什么？萧长业这小子不就是馋了吗？在这里装什么矜持？我都懂的。这都是我亲手做的，你快尝尝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华清秋，你仔细想想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娘娘快说呀！第21家连锁店开业的日子。长乐的生日也不是今天啊。娘娘，你忘了今天是你和陛下的成婚纪念日啊！你既如此不在意，那你便和你的烤鸭一起过吧。还不管他。快点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真生我气啦！皇后连成婚纪念日都能忘，看来是朕不够努力，朕只能用行动来提醒你。朕为人大度，不跟你计较，只要你我一起，日日都是纪念日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我在御膳房偷吃，你扮成小侍卫骗吃骗喝，我当时还跟你吐槽皇帝不行呢。朕行不行，你昨夜没试过吗？你说过，烟花是转眼即逝的浪漫，但朕非要它永恒。你的过往、今朝、余生都刻在天上。大梁史书公笔，你花清秋是朕此生唯一的日月星辰。萧长业，你冷面皇帝的人设真是崩都没救。皆是我的念念，千秋等一段缱绻，太恍若梦见，所以约定紧紧相牵。一段缘切，牵起一段情缘，星星点点，这是我的流年。谁告诉朕找你是为了杀你？难不成因为什么？
因为你喜欢我啊？如果我说是呢？若圆月一缺，若流年一欠，我愿如云烟。